今天 RX600是来当陪练的，我们正在用 Ninja 650帮米其林测试即将上市的轮胎，所以呢，我是这身打扮。这台 Ninja 是我14年买的，在当时国产大排量呢只有反它发动机的春风650和所谓尾四缸的黄龙600。10年前你根本想象不到今天的国产大排量能够做到这样一个丰富度，当然和进口车相比差距还是有的，但是能看能打还很便宜，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。这台车算上3厢也不到3万，没有名牌的部件，这是事实。发动机呢相当不错，也是事实。它就是一台挺有性价比，然后配置比较丰富，能干点超活的休旅车。对得起这个价格，我觉得是中肯的评价。前面几期视频对这台车的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，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啰嗦，直接来聊一下在实际骑行的时候我们对它的一些感受。首先我们讲一下日常的场景，如果保持在2到3千转的这样一个转速区间，那么在市区代步骑行的时候，RX600是能够实现既稳定又比较细腻的运转品质，这是以前所有赛格龙中大排量发动机所不具备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也就是这种比较温和但骑得不快的状态下，我们得到的市区的表显油耗是100公里 4.3 升。这台车跑长途的油耗是能够做到 3.9， 这是一位实际车主告诉我的，也供大家参考。接着说高速状态下的表现 ，RX600 在时速破百之后，发动机的巡航转速维持在5000转出头，引擎呢在这个转速的时候正好处于动力田区的活跃范围内，而且也越过了车身本身的一个共振点。那么你需要加速超车，直接开油就好。它的后劲也很不错，不过它也有不爽的地方，那就是长时间高速巡航的时候，这个位置的排气管发出的声浪确实是有一点点吵。当然，这里也不全是缺点，高位排气所能带来的更好的通过性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另外就是，如果我们跑林道穿越，根据场景来快速调动油门开度的时候，那种声浪的躁动感又会让你觉得，我好像是在狩猎。那么当某些原始本能被激发出来的时候，你应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台车。必须要提一下发动机的调性，在大油门开度的时候 ，RX600 呢，它的整体输出响应是在这个级别算是非常迅猛的一种存在，它也更接近于一台大开大合的欧洲车的感觉。反而言之，无论是声浪还是它的动力反馈，在这台 ND560 上面不太能找到那种日系发动机的运转绵柔且轻巧的感觉。所以呢，在所有拿来主义本田500排量发动机里面，最不像本田的就是它。当然，最具可玩性的恐怕也是它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尽管它的调性不算柔顺，但是在整个转速范围内，发动机的振动控制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唯一的共振区出现在5000转左右，而且呢，它的这个体感的振动并不是特别明显。我们再说回传动系统 ，RX600 的换挡行程算是比较长的。换挡时呢，需要掌握好合适的力度，并且应该尽量的轻快一点。它的空档位置现在是非常好找，这个非常甚至是比我那台Ninja 650的空档还要轻松。这次我们没有做加速测试，因为我觉得没啥必要。不过呢，体重200斤的小兵同学自己玩了一把0版，实测的成绩好像是6.8秒。我们也可以视同为一个75千克的平均体重的骑手再加上25千克重的行李，同时搭载3厢的情况下，实际加速水平，那么有这样的储备，我觉得就够了。另外，我上次说过，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表显极速达到了168，推算 GPS 极速应该不会低于155。对于一台中等排量、定位多功能的休旅车来说，这个动力水平加上它的整体输出的表现，夸它一句优秀应该不过分。还有一个细节，它的55牛米的最大扭矩确实是同级别中非常强的一种存在，而且呢，这是在6500转就能够实现的。无聊的数据背后却意味着，即使在3厢满载的情况下，在非铺装路面大角度爬坡的时候，也是比较轻松能够实现的。在配置方面，RX600 确实是没有用到特别大牌的部件，这个是实话实说。那么我们呢，还是要看看它的实际表现，看看它们究竟能不能看大任。在制动部分 ，RX600 呢沿用了前代 RX401的配置，所以说制动手感也跟 RX401十分相似。
不过被我多次吐槽的那个腾势轮胎，这次终于换成了正新的织物线的龟背胎。它的出现让 RX600 的制动效率和最大制动力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，这是很有益的一项升级。当然也有遗憾，轻微刹车的时候呢，缺少那种细腻度，也是一种事实吧。之前我们测试过配套全套西护对式卡钳和上泵的制动系统，那种体验呢会比现在量产车来的更显高级感，这就是价格所致，也符合客观的逻辑。ABS 系统算是中规中矩，介入还算比较及时，也不特别的突兀，总之是合格的水准。不过它可选关闭，而且是前后可以单独来关闭或者开启，这个就蛮厉害了。针对不同的场景，它都能有与之对应的设置，那么这种玩法的空间就特别显优势。至于 TCS 系统，我们一致的感受就是它比较敏捷，然后介入的时候也比较明显、有效，但是呢，那种干预方式显得有些突兀。你比如我们在行驶过那个颠簸路面的时候，它就很容易被触发，或者说轮胎还没跑热的时候，我们猛给油门都会让 TCS 迅速的响应。而它的干预方法呢，也是简单直接，这点是需要你去适应的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去关闭它，如果你不希望它突然窜出来的话。在前面的视频里面，我曾经悄悄的吐过一次槽，说它的前减震在制动的时候点头比较明显，然后呢，原厂的后避震又属于那种略偏硬的预载设定，所以前后减震的表现呢，就出现了明显的玻璃感。后来我们才发现，这种情况呢是前面某位小可爱把前减震的阻尼调到了最小，然后我们又把28段的回弹阻尼调回到中间的位置，再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正确的评价悬挂表现。还是负责任的说，它仍然是前面偏中性偏软，然后呢后面偏硬的这样一个设定取向。如果不带三厢轻装骑行，那么减震的反馈会稍显活跃一点。如果是单人模拟三厢重载或者是双人骑行，那么这台车的减震表现呢就刚刚好。这套减震器的基本设定其实是可以的，它比较好的兼顾了运动化驾驶、模拟重载这两种场景下的应用。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会给它更高的好评，因为这套减震最大的不足是行程范围内的那种顺畅度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润。这点还不够。这台车在我们手上度过了春节的前后时光，最开心的就是随时能够把它拉出来去跑一跑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地，也不用去想非要对应什么场景啊。需要拉货的时候呢，它就吭哧吭哧的把事儿给办了；需要伪拉力的时候，它也能有模有样的去做做样子。需要通勤代步，它也不再像前代那样表现不出那种温驯的一面。在我们的眼里，它仍然是一个多面手，跟之前赛克龙的多款定位类似的车型一样。但这次呢，它又有了很大的不同。最重要的是，一款全新的、足够强大的发动机平台被引入之后，整车所表现出来的近乎于本质的变化，确实是非常明显。用一句话来形容，我觉得太贴切不过了，那就是穷则颜值加配置，达则油门使劲拧。最后提个建议，赛克龙别浪费这一台发动机，赶紧把高配的复古攀爬给出了，那玩意更有趣儿。同意的点赞。这里是大侠领车，我是著名摔车手李大侠。春天到了，骑车开心，也要注意安全。那么我们下期见。更多更全的新款、热门款摩托信息和价格，上总车帝查看。全新 App 改版，值得拥有哦。